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先预祝一下大家新年快乐。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要重新的去找工作或者下海创业，但他们不知道，其实当中就涉及到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这学问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但大家都没有察觉。一个成功的商人，包括特朗普、李嘉诚等等，都把这学问视为经商最重要的技能。我们把这学问统称叫做谈判。很多人都觉得谈判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就感到很抗拒，但我还是用心良苦的呼吁大家去学懂谈判，因为赚钱从来就离不开低买高卖，而谈判就是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帮助我们增加利润或者减低成本的办法。在我们人生当中，谈判更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解决大多数的矛盾。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优势谈判》。我自己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就仿佛打开了一道门，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就觉得这世上大部分的事啊，都已经难不到我了，就连赚钱也变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今天我将会毫无保留的把我能够在这本书学到的心法完全的分享给大家，但这其实是不够的。我还要把一些我觉得实用的，能够帮助我在商场上、生活上获得成功的谈判逻辑告诉大家。内容并不复杂，如果你看到最后，你一定能突破赚钱的瓶颈，收入比平常人高一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千万别错过最后的内容。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首先，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心法弄懂，打好基本功，才去学后面的招式，就是技巧方面的术。谈判其实分4个层次，记着，我们做生意的人就要学最高的层次，但我们先从最低层次说起，就是谈判破裂。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不用谈了，直接交给法庭处理吧。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可能大家已经撕破脸了，双方都不肯让步，从此无法取得共识。诉之于法律是最差的办法，无疑都会为双方带来负面的效应，财力、物力或者精神上的损失都只是小事。一旦打官司，双方交情就没了，即便赢了官司，以后合作就不可能了，甚至会多了一个敌人，失去的可能会更多。第2个层次就是零和游戏，我赢了1分，你就输了1分，而我们加起来是等于0的。简单来说，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所以就要把自己的利益达到极大化。的确，这看起来是成功的，但这样的模式去做生意是走不远的，因为别人只愿意跟你合作一次，你只能在他身上赚到1次的利益。我们千万别只看眼前的利益，我们要学割韭菜，长期的收割，而不是连根拔起。第3个层次就是双赢的谈判，就是互相协调、互相让步，从而让彼此都获得利益。虽然赚不到最大的利益，但至少能获利，而且是长期合作的关系，这样才能长做长有。我们做生意至少也要做到这个层次。而第4个层次就是优势谈判，这个层次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谈判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已经赢了，让他觉得是我们吃亏了。在这个层次上，李嘉诚是我们的模楷，这也是为什么他生意做这么大这么广的原因。他每次都宁愿赚少一点，把钱都分点出去。他是这样叮嘱他的儿子的。你和别人合作，假如你拿7分合理，8分也可以，那我们李家拿6分就可以了。你听懂了吗？这太有智慧了。你想一下，这样做生意，每个人都争着跟他合作，那选择权就在他手上啊。他每发展一个项目，都可以挑最靠谱的合作伙伴。你要知道，做生意也可以是失败的，而分钱这个概念就等于买了保险一样，虽然是赚少了，花了点钱，但它能确保项目是妥妥的，成功的几率提升了，创业的风险反而减低了，而且是长久性的合作。不
别人也觉得你做人厚道，喜欢跟你合作，这就是谈判最高的境界。我们在学技巧之前，脑袋里面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做每一次的谈判。真正的高手都是这样的。接着就开始我们招式的部分。谈判优势这本书告诉我们，有2个原则是大家谈判的时候要遵守的。第一，我们要学会狮子开大口，要大胆的提出要求。一个人谈判功力的大小，其实就取决于我们敢不敢提出要求，这是最基本的谈判素质。其实很多人潜意识都会让他们本能的做这件事，特别是很多伟大的母亲，我们把这统称为砍价。还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买玩具，一件100块的玩具被我妈砍到了50块，那时候的我被震撼了。从此以后很长的时间，我要买东西我都会去找我妈，因为我怕被那些老板骗了。但长大以后才发现，不是别人骗我们，原来只是因为我妈是个谈判高手而已。我谈判的基本功都是跟我妈学的。大家要记着，我们提出的条件一定要高出自己心里面的目标。比如100块的玩具，我们想要50块成交，就可以开价到30块。谈判优势这本书告诉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对方可能直接答应我们的条件，别觉得很夸张。事实上，那玩具的成本可能也只是10块而已，只是我们不知道，玩具店老板还是可以赚很多的。第二，可以给我们谈判的空间，玩具店老板可能会还我们价要60块，最后可能在互相让步的情况下，以50块成交了。第三，可以让对方在谈判结束后有胜利的感觉。玩具店老板本来认为我们心里面觉得这玩具只值30块，但经过谈判以后，就多赚了我们20块。他就会忘了我们把价格砍了一半的事了，因为在我们开价30块的时候，就已经减低了这玩具在对方心中的价格。简单来说，我们已经攻陷了老板的心理了。不够坚定的人就不会再觉得这玩具值100块了，甚至他还会认为自己的报价有点过分。而事实上，我们就能够节省一半的成本去买这个玩具了。但我们必须要记着，要暗示对方是可以谈判的，是可以商量的，不然他可能就觉得算了，我们就连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了。那么把这情境反过来去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是玩具店老板，10块的成本也是可以开价到100块甚至更高的。记着，所有物品的价值都是你自己定的，你认为值多少就值多少，你只需要为这个价值找到充分的理由就好了，能解释，能让人相信这产品的价值，那就可以了。这是最精华的部分，我后面会详细的告诉大家。所以我们的母亲都被生活训练成一个谈判高手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尊敬一下我们的母亲。第二个原则，谈判优势这本书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第一次报价。你想一下，我们去买车，销售小哥给我们开价100万，我们觉得很贵，就问他90万行不？如果他马上接受我们的报价，说好吧，就90万，那我们会怎么想呢？我们会觉得赚大吗？当然不会。我们自己心里面肯定会想，早知道他那么爽快，我就说80万了，看到了吗？虽然他很快的答应我们，可反而让我们觉得不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吃亏的，而不是赚了。我们甚至会觉得他当初开价100万是很不诚实的行为，我们就有可能因此而不买了。所以我自己做生意也是一样，客户给我的第一次报价或者方案，我一般都不会看的，因为我知道人性就是这样的，难听一点说，就是有点犯贱。你本来是好心的接受了对方的第一次报价，但不好意思，对方其实并不会领情，因为对方会觉得我们产品的售价可以更低，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装作很为难，表现得非常吃惊，然后再抬高一下我们产品的售价。这样的话，客户反而会觉得自己已经把我们的价格压到最低了，能够赚进了我们每一分钱，而我们却反而能以高一点的价格卖出产品。这就是谈判最高的境界，要把对方给卖了，还要帮你
里数钱。当然，我希望我的客户如果看到这部影片，也千万别介意啊，这只是个比喻，我们还是会一起赚大钱的。另外，为什么我们要表示吃惊呢？因为当你为对方的报价感到吃惊，对方就会下意识的给你优惠。你试想一下，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去逛街，然后看见了一个礼物想要买给他，这时候销售员给你报了一个价格，你觉得很贵，但你的另一半却说很合理，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之后无论你怎么跟销售人员去谈去还价，他也不会给你优惠了，因为他知道你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价格。说实话，其实他也没有打算第一次你就接受他的报价。但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吃惊的话，他们肯定不会给我们有议价的可能性了。现在大家都已经把心法和招式都学会了，接下来我会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谈判逻辑秘诀，是这部影片含金量最高的部分，是我经商过程中领悟出来的。就连我公司的内部培训我也没有分享过，你仔细的听懂了，就可以把你谈判的水平直接提升几个层次，你想要的东西也可以透过谈判获得了。记着，谈判是需要筹码的，是需要 power 的，但我们不一定要真的拥有那个筹码，我们只需要学会画饼就行了。很多时候，其实谈判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谈判的结果，因为你手上如果有对方想要的东西，那基本上谈判的主动权就在你这，你想开什么条件就开什么条件。所以在谈判之前，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是对方离不开你，还是你离不开他呢？那如果手上没有对方想要的筹码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有没有筹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到底相不相信我们有。这是诸葛亮告诉我们的。大家都听过空城计吧？当年司马懿率领大军攻打蜀国，诸葛亮知道自己的军力不足，根本没法打，于是就摆了个空城计，自己一个人坐在城上弹着琴，打开了城门。按理说司马懿只要发起进攻，就可以马上灭了蜀国，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在司马懿的脑袋里，对诸葛亮的印象就是诸葛为人一身谨慎，肯定是在城里面布满了埋伏。司马懿他怕了，他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所以撤军了。所以我认为谈判最高的境界就是让对手跟自己的认知谈判，别人相信你拥有跟你真实已经拥有是同一个效果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吸引力法则的那段影片会提到，想要变成富人就要相信自己已经是富人的原因，因为我们人类其实都是跟自己的认知在谈判，只要我们潜意识相信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诸葛亮当时肯定也是运用了吸引力法则，他相信自己城里面拥有几百万大军，结果就真的做到有几百万大军的效果。当然你要真的完全的相信自己，要有习以为常的感觉，一丝犹豫也不能有，真的是这样的。宇宙吸引力法则是可以运用到所有的事情上的，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另外其实很多谈判的话术都需要用到我们的逻辑思维，那现在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句型，大家谈判的时候把这些句型套用到你的话术上就可以了。你耐心的听，先说第一个，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先提出自己的需求，再提出自己的交换条件，而不是反过来先亮牌再说自己的需求。我有个朋友做生意要去追客户的尾款，但疫情期间那客户的生意也不是很好，所以也没有能力给这尾款，他叫我陪他一起去，因为他自己生意也不是很好，也需要金钱周转，所以能追到多少钱就追多少钱吧。我们到了那客户的办公室谈了一段时间，我朋友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那客户的手表，他很喜欢那只手表，他知道那手表也价值不菲，于是他就跟那客户提出了这样的提议，这次的尾款我就不要了，我知道你也不容易，那你能不能把你手上的手表给我呢？来当做交换吧。大家猜猜那客户愿意跟我朋友交换吗？当然是不愿意。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问题就出在我朋友提议的那句话的句型上面，他先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再提出了自己的需求。那个客户已经知道我朋友是可以接受追不到尾款的，他知道我朋友的底线了，谈判的主动权就在那客户的手上，他就可以提条件了。
很简单，别人都已经知道你的目的了，为什么还要答应你的要求呢？就好比你的女朋友跟你说我可以嫁给你，那你要给我买钻戒，道理是一样的。你会想，他已经可以答应我了，那我要不要买钻戒给他就可以再说了。你亮牌以后，你就会变得没有神秘感了，你就不金贵了。应该是这样说的，如果你给我买钻戒，我可以考虑答应嫁给你。所以跟别人做等价交换的时候，千万别先亮出自己的底牌。我们华人就喜欢先亮出自己的底牌，因为可以显得自己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的，对别人没有隐瞒。但这样的结果就会让你的谈判变得很被动。后来回去以后，我告诉了我朋友这个原理，我让他下一次如果还有收不到尾款的情况，就可以试试这样的句型。这次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把手表给我，我就可以考虑这次不收你的尾款。从理论上我是亏了，但就当交个朋友吧。果然，之后我的朋友用了这样的句型，基本上都能把他想要交换的东西弄到手了。你听懂了吗？我们把要的东西先说出来，再说我们的筹码、我们的条件，这样去做等价交易的谈判，成功率绝对会提升。真的是这样的，但这也是不够的。还有一个谈判逻辑，可以把谈判的成功率再提升一个层次。如果你要跟别人谈判，你必须要学会勒索的句型，而不是狗腿的句型。因为勒索的句型不但可以提升谈判的成功率，还能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先说一下什么是狗腿的句型，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大家都明白了。你跟你的孩子说，如果你考100分，我就带你去游乐园，这就是狗腿的句型。为什么说是狗腿呢？你看，这种句型是这样的，如果你给我 A， 我就给你 B。那我们逆向思维一下，如果你不给我 A， 我是不是就不给你 B 呢？不一定，孩子没有考100分，不代表我们不会带他去游乐园啊。再举个例子好了，你跟玩具店老板砍价，你说，如果你便宜一点，我就跟你买这玩具。那如果我不便宜呢？你是不是就不跟我买啊？那我也只能跟你买了，谁叫我孩子那么喜欢呢？大家有没有听懂啊？那什么是勒索的句型呢？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不给我 A， 我就不给你 B。相同的例子，你跟孩子说，如果你考不到100分，我是不会带你去游乐园的。你的孩子逆向思维，那如果我考到100分，你是不是就带我去游乐园呢？你就可以说，那我可没有这样说过啊。你看，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上了。这样的句型，我们是可以耍赖的。再看一个例子，你跟玩具店老板说，如果你不给我便宜一点，我就不买了。那如果我给你便宜一点，你是不是就会买呢？不一定啊，我没有保证说一定会买啊。我只是保证说你不便宜一点，我就不买了。大家现在能看懂狗腿跟勒索句型的区别吗？但也不一定每个场景都适用。当对方的筹码比你重很多的时候，本来你就处于很劣势，这些技巧帮不到你太多的。比如有人要打劫或者绑架你，你就不要跟人家谈条件了，因为你的生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活着比一切更重要，别傻乎乎的去跟别人谈判了。我知道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谈判很困难、很复杂，就可能有放弃创业的连带念头。的确，毕竟所有的技能都需要通过实践才能熟练的。但现在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很多的生意都不需要谈判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闷声发大财了。我收到太多的兄弟姐妹们的私讯，他们常常问我有什么好的创业项目推荐，我已经尽量回复了，但这样的私讯太多了，我只能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大家不想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创业，就一定要搞零成本的创业项目。我告诉你，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的，而现在互联网就有很多让我们空手套白狼的创业机会，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和我一样成为全职或者兼职的 YouTuber， 这是我唯一给大家推荐的项目，基本上适合每个人去做，而且对于很多兄弟姐妹们来说，能赚到很可观的收入。我实测了大概4个月吧，之前我就试过3天增加了1万多个订阅，只是广告收入平均日赚$300左右，而且还在一直递增。如果大家会去接副业或者售卖产品，收入还会高几倍。之前也提到过，我不依赖这些收入，
老实说，比起我几家公司还有我投资获得的收入，这是无法比较的。但对于很多刚起步的兄弟姐妹们来说，都应该把握好每一个能赚到钱的机会。我也在慢慢的转型，让生意从线下转去线上。如果大家不想错过如何在 YouTube 发财的方法，就必须点进我右上角连接的影片。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害怕不懂操作 YouTube 的问题，大家都是聪明人。我自己是不会浪费时间去摸索任何一个项目，所以我自己会参加 YouTube 培训的课程，其中小川的课程是我一直推荐的，我本人也有参加。它帮助了我特别多，让我从对 YouTube 一无所知到现在一无所获，所以我必须报恩，给大家推荐他的课程，真的特别好。大家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的话，就可以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用最优惠的价格去报名参加。我建议大家点进去链接以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小船的免费网络研讨会，大家先听一下，熟悉小船的教育风格，再决定要不要购买也不迟。好了，大家别觉得谈判是一件很依赖口才的技能，其实真正厉害的谈判高手都不是靠嘴巴说的，而是靠耳朵听的。懂得倾听才能获得对手的资讯，从而保存自己的实力。所以谈判基本上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技能，但这个技能的高低就决定了你财富的多少，以及你的人生是否成功。谈判优势这本书毫不夸张的讲，完全可以改变了我的人生。内容的含金量是有保证的，连美国多任的总统，比如克林顿和特朗普也鼎力推荐此书，而作者罗杰·道森更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会谈判的人。所以我建议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以后，也要再看一下《谈判优势》这本书，而且不要只看一次。我会不停的看对赚钱有用的书，看到自己觉得恶心为止。这可能是我能赚到钱的一个小秘诀吧。希望大家能尽快的赚到第一桶金。也希望大家有所领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